根据目前外界传出的消息来看，大家期待的 iPhone 13将在9月14日发布。如果消息属实的话，这意味着还有不到2个月 iPhone 13系列就要和大家见面了。值得一提的是，现在 iPhone 13系列还有一项备受欢迎的功能也要降临了，它就是息屏显示。彭博社最近也放出了消息，指出新 iPhone 将带来息屏显示功能，而且在 iOS 15系统中首次出现。其息屏显示并不是什么神秘的功能，安卓阵营早已拥有了这项技术，而你如果一直是忠实的果粉，或许对息屏显示也不陌生。苹果早在苹果手表上就已经带来了息屏显示功能。息屏显示可以在不点亮屏幕的情况下查看时间、天气等信息。虽然只是一个很小的功能，但对于用户日常使用很方便。关于该功能的耗电方面，用户也大可不必担心。消息称 iPhone 13 Pro 系列型号搭载有支持 LTPO 技术的屏幕，除了能带来自适应刷新率支持外，还能为 iPhone 息屏显示更加省电，前提是你需要购买 Pro 型号。不过常规款 iPhone 13也不会对电池的影响太大，而具有 LTPO 技术的屏幕将支持1赫兹到120赫兹动态刷新率，最低为1赫兹，这对息屏显示其非常友好。三星和 LG 将是 iPhone 13系列量产 OLED 屏幕的供应商，其中三星是为 iPhone 13 Pro 和13 Pro Max 提供 LTPO 技术屏幕的独家供应商，而 LG 则提供常规款 iPhone 13屏幕的出货。苹果今年为 iPhone 13系列带来了息屏显示，我也认为出现的可能性很高。息屏显示已经在苹果手表5和苹果手表6两代产品上应用，苹果将其扩展到 iPhone 上也是顺理成章的。尽管息屏显示并不是什么新鲜的技术，但 iPhone 能够首次支持还是非常值得期待的。此外，彭博社还提到，电池续航将是 iPhone 13系列的重要升级之一。此前郭明池也曾表示， iPhone 13系列的电池容量将增大，苹果会通过调整新 iPhone 内部结构以及增加机身厚度来增大电池容量，为 iPhone 13系列带来更好的续航。高双屏、5G 支持以及可能带来的反向无线充电都对新 iPhone 的电池续航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增大电池容量是苹果势在必行的。此外，此前曝光的消息还有表示，苹果计划下半年生产9000万部新 iPhone， 这一生产计划比去年的 iPhone 12的7500万部产能提高了 20%。 iPhone 13系列提高产能意味着苹果对今年的新 iPhone 非常有信心，因为它升级的地方很多，看似外观无大改，但实则变化极大，具体让我们拭目以待吧。好了，以上就今天的全部内容，欢迎关注、点赞和留言互动，下期内容我们再见。